如水流年须珍惜，莫教误了少年身。沈川清听得愣住，小声夸我，唱得真好听。这算什么？我会的可不止这点。正说着，有茶楼伙计送来了曲单子，说有人请沈公子点戏。我抬头望去，就看见那小伙计跟着一个胖男人，似有若无地往这边瞟。沈川清下意识去接曲单子，却被我轻轻按下。我家相公不姓沈，别是请错人了。那伙计还在疑心，胖男人若有所思后猛然反应过来，又忙跑去亲自叮嘱了伙计几句。茶楼伙计又送来单子，陪着笑，说错了说错了，是请姑娘点。我并不接曲单，只笑笑，不拘唱些什么，就唱拿手的好了。沈川清附在我耳边小声问，不就想让他们误会吗？怎么不承认我是沈公子呢？呆子，越不承认，人家就越觉得猜对了。沈川清恍然大悟，点头称是。一曲唱完，便有人来沈川清旁边坐着。那胖男人目光扫过沈川清腰上扇子，又打量我的汨罗，猜着和我说话容易些，便笑道，在下赵家绸缎庄掌柜的赵佑，公子姑娘怎么称呼？奴名子旭，我家相公。我还没想好憨棍假名的假名。赵佑恍然大悟，已经帮我解了围。无妨无妨，英雄不问名姓。这会春楼评弹虽好，但是姑娘刚刚也说了，茶水都是粗的，咱家旁的不敢说，茶是一等一的，姑娘公子若是听累了，可愿赏光？不等我接茶，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，赵叔好不客气，怎么还来我家茶楼抢客人了？是李行舟。他已经不是在我家养病时粗麻不一的李无忧了。眼前人一身暗光浮动的锦袍，一看便知非富即贵，唯独和李无忧一样的是那双漂亮眼睛，看见我时有片刻恍神。他扫了一眼沈川清，目光久久地停在我的汨罗上，还是身旁绿若晃了晃他的手臂，他才如梦初醒。听说我家布庄伙计招待不周，今晚李某在自家酒楼设宴，也带了几份市面还有的料子，二位再挑一挑。我浑身僵硬，指甲死死掐着手心。沈川清却捉住我的手，温温笑道，公子费心，我家小阿旭吃不惯速成的菜。李某怎么一听姑娘声音就觉得亲切，似曾相识。我回握住沈川清的手，很快笑吟吟道，说笑了，我家相公花500两买的我，怎么就与李公子眼熟了？李行舟愣住了，500两？还是李公子觉得奴不值这个价？绿若看我的眼神也有了几分轻蔑，小声嘀咕一句，我说什么时候沈家公子娶妻了？原来只是花钱买来的妾。沈川清却笑着揽过我，姑娘这话说错了，子旭虽为妾，沈某还未娶妻呢。李行舟眼神复杂地盯着沈川清，还想再多问两句。绿若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示意李行舟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谈。好了，李公子也该早日成家，这没成家的人就是不懂。赵佑赶忙打圆场，既然吃不惯速成的口味，我家请了2个淮阳厨子，明日我做这个东道，都来都来。速成的春日总下雨，回客栈的路上细雨如织。沈川清将伞往我这里偏了偏，喂，别难过了，那个绿姑娘虽然穿金戴银，但是没你漂亮，真的。我吸吸鼻子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很好笑的话。难过？我才不难过。沈川清撩起袖子，哭笑不得地指着手臂上的淤紫，这叫不难过？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。你已经很厉害了，换作是我，应该当场给他个耳光了。我还想犟一犟。我不是难过，是看见外头下雨，想到了我娘常常念叨的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明朝深巷卖杏花。我娘说她在姑苏的老家门前就栽杏花，说是将来能得贵婿。我难过是因为这个根本不准。沈川清不再笑我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这个听起来比前一个伤心的理由好一些。人到客栈，风吹散愁云，送进来几缕月光。沈川清睡在地上，翻了个身，瞥见我拜月，便问，求神许什么愿？让李行舟早遭报应？我在求神仙保佑沈川清长命百岁，平安康健，你也起来跟我一起拜拜。等我去推他拜拜时，沈川清已经困得睡着了。他翻了个身，睡梦中还不忘跟我邀功。金珠，
我演得怎么样？呸，几次差点露馅，还在那里邀功呢。我想顺便求神仙保佑憨棍骗术更上一层楼，可是想了想，算了，神仙啊，求您也保佑这个笨骗子跟我骗完这一遭后苦海回身，走上正途。第二日，桌上摆了一竹盘满满的杏花，还沾着露水。沈川清倚着门朝我笑，日光照着他的背影，连头发丝都在发光。不等我惊喜，他又压低声音：昨晚睡得早，今早听见巷子里有姑娘在叫卖，我不想买的，可是一伸头被伙计看见了，伙计要讨好我，赶紧把卖花姑娘叫进来了，我就不得不买了，还不能就买一朵，多穷酸啊，不合我身份。好贵呢，要30文，记在20两里头，你可不许赖啊。沈川清，不等我捶他，沈川清已经笑着为我打起帘子，请进来一试融融春光。走吧，吃白食去喽。为讨沈川清欢心，宴席临水而设，一水之隔又有昆曲班子唱曲。绿若察觉到了李行舟时不时看着我的面纱，便促道：子旭姑娘怎么不摘面纱呢？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毛病？这话刚落，气氛骤然冷下去。李行舟不悦地瞧了一眼绿若，忙起身敬了沈川清一杯酒。我这表妹言行无状，我替她赔罪了。沈川清正眼也不瞧他，拈着手上的杯子不语。从昨日演一场戏后，憨棍已经起了范儿，演起沈川清如鱼得水。赵掌柜的虽幸灾乐祸，可面上还要打个圆场。咱几个大老爷们在这赔罪有什么用呀？得子旭姑娘点头。李行舟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又斟满2杯，和绿若一起赔罪。李某是觉得姑娘眼熟，很像李某的一位恩人。绿若委屈地为自己辩解：听说子旭姑娘是您花了大价钱买的，我只是想看看姑娘的样子。沈川清懒懒往后一靠，听这话也笑了：我买下的，调教出来的人，你说看就看。我晃了晃沈川清的手臂，撒娇道：不生气啦，和气生财。夫君要是同意，阿旭摘了面纱也无妨的。李行舟青着脸，死死盯着我挽住沈川清的手。赵掌柜忙打哈哈，给绿若使眼色：好了，子旭姑娘大人有大量，不计较了。咱们刚刚谈到哪了？是绿若姑娘谈到一个趣事，对吧？气氛稍稍和缓下来，绿若赶紧笑道：是前阵子我家行舟哥哥遇到的趣事呢，他被一个女骗子救了，论报恩呢也给了50两，多说要钱1倍还不止，可那骗子贪心不足，还想挟恩来府上讹诈。我姑母心善，给了1张银票，还好心叮嘱他以后自食其力，不要再坑蒙拐骗了。谁知好心劝诫，他倒记恨上了，趁我姑母不备又偷了1张。幸好我姑母是经过事的，上官府告了失，那个骗子也是笨，偷了姑母家的银票，去姑母家的茶楼吃喝，挨了板子灰溜溜走了。这一个趣事讲完，绿若笑吟吟喝了口茶，等着众人笑那个骗子蠢。可除了赵掌柜干笑2声，没人说话。李行舟满脸不可置信：母亲告了官，还打了他？行舟哥哥说笑了，哪有做贼不挨打的？李行舟急切转过头看我，可沈川清早看见我微红的眼眶，他指着水面引我别过头去：小阿旭，看看鱼，有一个很可怜的，胖得快游不动了呢。初春的水还很冷，别说是胖鱼，连鱼影子都没有。沈川清，鱼呢？你诓我？沈川清拿了盘子里的糕点，一点点掰碎放在我手心当鱼食。怪了，刚刚明明有一群锦鲤的，果然阿旭的样貌落雁成鱼。我一愣，扑哧一声笑了。绿若还以为我被逗笑了，忙问沈川清：怎么样，沈公子觉得这事是不是很有趣？沈川清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：有趣倒是有趣，只是我想，如果李公子将来再有个3长2短，有那个骗子挨打在前，谁还敢帮他呢？怎么会呢？若是真的有恩，哪有不报的？沈川清喝了口茶，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。宴席散了，便是去李家赵家2家织染房看织机。我要跟着沈川清，却来了个丫鬟通传。绿若小姐请子旭姑娘来挑首饰，说是刚刚言语不当，给子旭姑娘赔个不是。那丫鬟在花园里转个角便不见了。突然有只手捂住了我的口鼻，
将我拖到假山后。挣扎间，面纱也落在地上。我才要呼救，就听见李行舟的声音：“是我。”看见我的脸，李行舟叹了口气：“金珠，果然是你。我如今不叫金珠了，沈公子花500两买下我，就给我改了名字。”我平静地看着李行舟，只是我很好奇，谁买下了李公子，也给你改了名字？李行舟一怔，他花了500两买你？李公子是觉得我不值500两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怕你被他骗回姑苏做妾。李公子知道我是骗子，只有我骗别人，没有别人骗我的。那500两银子我收了，本来我也提心吊胆的，可拿了钱跟沈公子在一起，至今也没有官府来抓我，反而好吃好喝也养好了上。我捡起面纱，拍了拍上头的灰尘。李行舟急切地抓住我的手腕。我听绿若说了，我才知道母亲设计坑害了你，害你挨打。那如今你的伤怎么样？还疼不疼了？我听下人说你来李府寻我，说要救我出去。那你把自己卖了500两，到底是不是为了救我？我气急反不想哭了，觉得这人有点好笑。明明坑骗我的人是他，怎么如今见了面，字字句句不是道歉，每一句都是在问我。你问了我这么多，却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不告而别？为什么你叫李行舟，却骗我你叫李无忧？为什么在所有人口中，我是那个又笨又自作自受的骗子？为什么你觉得除了你旁人都没有尊严廉耻，还能不计前嫌跟你和好？李行舟怔住了，他下意识伸手去摸我的脸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泪流满面。金珠，你先别跟他回姑苏，你等着我，我会退了和绿若的婚事，再央求母亲拿500两银子给你赎身。我打断了他，冷笑道：你不是不得宠吗？大娘子会同意你花500两给一个骗子赎身？那是骗你的。我虽然不是庶出，可我与家中关系确实不算和睦，但是这件事我一定会说服母亲。怎么到了现在，他还是觉得只要他道歉，只要他回头，别人就在原地等他，无怨无悔。李公子，你觉得我会原谅你吗？李行舟满脸错愕。我是个骗子不假，可我是真心待你，除了身份没有骗过你。但是我猜你一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看我费心遮掩，慌里慌张的样子，你是不是也在暗中嘲笑我？我没有想过挟恩图报，烧火丫鬟也好，真金白银也好，如果你真的不想给，我也不会死皮赖脸的跟你要。毕竟我一个姑娘家，就算被欺负了，无权无势也掀不起什么浪。你看我挨了10棍子，还不是灰溜溜的认栽了？那是我母亲做的，我只知道她赏了你银子，并不知道还害你挨了打。这阵子我想明白了，我是想娶你的。所以呢，你愿意娶我，就算对我的补偿，我应当千恩万谢。金珠，从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如今我是真心想娶你，也后悔当初自己看轻你。你等我谈下沈公子这桩生意，便有资本与母亲父亲谈谈，他们不会不同意的。李行舟想了想，咬牙道：沈公子那里你先稳住，赵家的体量与我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你说服沈公子与我合作，等于沈家签了约，我再花钱将你赎回来，不会嫌弃你。李行舟真好笑啊！我这人没本事又心软，听不得2句软话，见不得人难过。如果你有一丝悔意，如果你曾有一次向我道歉，我都要停手，不肯再做局骗你。差一点我又被你骗了，差一点还以为你真的后悔。李公子要是真的为我好，就帮我瞒住身份，别让沈公子因为我是骗子就厌烦我，那样我的日子才不好过。我转身回去寻沈川清，可不知是不是我看错了，瞧见假山后一抹绿衣匆匆跑走了。见我埋进枕头半日，沈川清不懂怎么哄姑娘，急得挠头。你要是后悔跟我一起骗他，想收手了，我也不笑话你。收手？鱼儿已经咬钩了，为什么要收手？是不是今天看了脂肪的架子，觉得2家我们都得罪不起了？沈川清摇摇头，那是觉得骗人不好。想金盆洗手了？沈川清坐在床边，递给我一张帕子。都不是，只是看你哭得很难过，我觉得好像不管骗不骗成，你都不开心。不等我反驳，外头已经有小厮送了酒菜来。刚刚宴席上没吃什么东西，我猜又哭了半日，你肯定饿了。我还想嘴硬，
可是肚子叫了。吃吧吃吧，这算我请你的，不记在20两里头。他撑着手，笑着看我咬下一口烧鸡腿。我忽然很好奇沈川清的身世，他喝了2杯酒就红了脸，问什么就答什么。我娘生下我就血崩了，大夫没救回来。我爹呢，怕后娘苛待我，也一直没有续弦的心思。后来我3岁那年，他看中了一个唱曲的姑娘，说那个姑娘心善温柔，很像我亲娘。但是人家没看上她，给金山银山也看不上。再后来我爹也就看开了，专心教导我。一开始我爹给了我钱，叫我做些小生意，结果出了门钱袋子就被偷了。我爹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让我出门历练，可我总受骗。就比如家里的当铺，我爹管着的时候没人敢骗，可是我爹把当铺交到我手上，他们连写当票子的笔法都瞒我。你碰见我的时候，我并不是打算骗钱，从来我买东西是不带银子的，买了什么东西，掌柜的挂账，月底一并算。那匹马，那段子我都打算要的。我想了想，那你爹呢？知道你行骗也不管你吗？沈川清醉得趴在桌上，摆摆手。我爹当初自己就被人骗了，还是2头吃2头骗，跟咱们现在很像。那骗子还用骗来的宝石娶了我爹想续弦的姑娘，这是每一提，我爹都要翻脸呢。他说的有鼻子有眼，好像真的一样。我忽然想起相处至今，我还不知道憨棍的真名。那你真名叫什么呀？沈川清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。是啊，我叫子旭，他叫沈川清。我打心底开始佩服他了，因为我爹说过，做骗子最忌讳的是酒量差，一喝酒就容易胡说，胡说就会露马脚。他已经喝了这么多酒，还能记着自己是沈川清，答得滴水不漏。月亮缓缓升起来了，月色如水，照着外头杏花枝条的影子，如藻如杏。见我沉默，沈川清有些不满，问了我这么多，那你呢？等干完这一票，我要回姑苏，跟着我爹打理生意，你呢？你要做什么呢？见他说话也不坦诚，我觉得没劲，便胡乱应付，继续坑蒙拐骗。沈川清认真地点点头，那也蛮好的。不想理他了，我喝着闷酒生闷气。沈川清拉了拉我的衣袖，小心问道：金珠，你怎么不理我了？我不吭声，只一杯杯倒酒。沈川清想了想，声音也小了下去。我想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姑苏，可又觉得这么说太冒昧。我也想说做骗子坑蒙拐骗不好，可是这么说太自以为是。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小，也没人教过你正道怎么走，一个人要想活下去该怎么办？因为我不是金珠，金珠过去的人生是自己磕磕绊绊走过来的，旁人说什么都很傲慢。我不吭声了，因为想到阿娘和李行舟都说过的，金珠不要骗人，骗人不好。我跟着我爹，3岁装病，5岁装残，7岁藏在布袋里陪他装天师。阿娘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有手有脚躺在地上装残废很丢脸，被人识破捉住打一顿很丢脸。我也哭着问你好几回，不想你我再挨打，不想你跟爹爹继续过日子，以后哪怕我卖自己，也不会让阿娘日子难过。你说过我们有手有脚，做什么都饿不死自己，所以不要骗人，骗人不好。那我们就一起走啊，既然有手有脚，那为什么他打你，你不跑？可你只是摇摇头，跟我说起从前，满脸甜蜜，说他从前很好，他以后会改。他不会改，他到死也没有改。他被抬回家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，也给我一点好脸色，要我去拿保命的人参丸。见我动作慢了，他还想爬下床，像从前一样拿柳条抽得我满屋乱爬。我吓得紧闭着眼，哆嗦着缩在角落里，手里紧紧攥着那瓶人参丸。求求你别打了，求求你去死吧。那柳条迟迟没有落下，也再不会落下了。死掉的爹爹就是好爹爹了，身上伤疤掉了痂，就渐渐忘了疼。一个人死掉了，就忘记了他的坏。我总想起他对我不多的好，比如打完我后悔的时候，他也让我骑在他肩膀上去买一只兔子灯。金珠，兔子灯好不好？好，就是买了灯身上疼。阿爹，有没有不疼的灯呀？他就笑，
其实卖糖丸子的时候，我心里也不安。可是我想，我撒点小谎又不害人性命，总比我爹我娘好。你们骗掉自己一条命，还想骗去我的，没门！想到难过的事，我转过头看着外头的月色。沈川清也跟着伸头去瞧，夸张地瞪大了眼。咦，这外头也有小鱼吗？没有呀，可能是金珠太好看了，小鱼又沉下去了。他这么一逗，害得我眼泪都掉不下来了。见我笑了，他才放下心来。等这件事了，我要回姑苏，金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？我摇摇头，等你赚了大钱再说吧，我不要像我娘一样跟着一个骗子。沈川清见我点头，也笑了。好，那你等我赚了大钱，咱们就回姑苏住下。以后生意场上有你陪着我，你懂那么多，我也不怕被旁人骗了。再盖个园子，多种杏花，就不用花几十文去买了。到底是穷人，幻想富人的日子也带穷酸气。就像种地的想起皇帝日子，也不过是皇帝用金锄头，东宫娘娘烙饼，西宫娘娘卷大葱。我忍不住笑他，可是盖个园子种杏花的钱，够买上几辈子的花了。沈川清却摆摆手，很认真地纠正我，不对，杏花从雕花窗子里看，在枝头月影里看，和摆在盘子里看是不一样的。憨棍那志得意满的样子，还真像个住惯园子的大家少爷。我很想提醒他一句，骗我可以，别把自己也骗进去了。可看他说的那样好，我也有一刻愿意相信那是真的。憨棍是骗子，但也是个好骗子，这一醉就醉到日上三竿。我拉扯着沈川清起来的时候，外头伙计已经殷勤打水来伺候，李家已经派了马车来接两位。我还没坐过马车呢，美滋滋地踩了脚踏要上去。旁边伺候的丫鬟又笑着补了一句，巧得很呢，咱家主子昨儿得了信，说沈老爷今日过来。我的身子僵住了，不等我扭头要逃，绿若已经自帘子探出身，笑盈盈地扣住了我的手腕。子旭姑娘，当心脚下。厚重的马车帘子放下时，一如捕鼠笼子，咔嗒落锁。我瞧了瞧外头围墙和假山时，想着踩着那假山应当可以翻过去。我拉了拉沈川清的衣袖，坐立难安。听到了吗？你爹要来。憨棍昨晚把脑子喝坏了，真以为自己是沈川清了。来就来呗，我们不见他就好。这是你说不见就不见的吗？绿若状若无意地笑道。沈公子，绿若很好奇，不知道姑苏纳妾娶妻有什么规矩。沈川清想了想，旁人不清楚，我家不讲究门第，要情投意合。连身份都不讲究吗？要是那女子出身不清不白，比如是个江湖骗子，也能进家门吗？见沈川清不解，绿若看了我一眼，笑道，只是好奇问问。沈川清叹了口气，别的我不知道，但是好奇长舌的不要。绿若一怔，尴尬笑道，那我回头问问沈老爷子。我爹也不要。绿若的笑容僵住了，而我无心跟绿若掰扯，偷偷拉着沈川清的袖子。那李家的定金咱们不要了，一会我在前头顶着，你先从后墙翻过去，等你跑了，我再找个机会脱身，咱们回家碰头，你放心，钱我照样给你的。沈川清真是把脑子喝坏了，他认真地看着我，你听我的，真的不用跑。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我不管你了，我要跑了，你自己再来拾棍子吧。我借着游园的名头，偷偷溜到花园中，好容易爬到墙头，我掂量着哪块石头好借力下去，忽然被人叫住。绿若像个甩不掉尾巴，笑着看我，子旭姐姐好身手，是听了2出戏，要学那翻墙的张生呢。我拍了拍手，干笑2声，只是看园子里风景好，想逛逛。看我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绿若也不装了。金姑娘，既然一开始拿了钱，为什么贪心不足，又要银子又要人？一边哄着行舟哥哥拿了钱，一边还要吊着沈公子，脚踏2条船，你不怕掉水里淹死吗？吵闹间，沈川清赶了过来，绿若指着我，胜券在握地抬起下巴。他根本不叫子旭，他叫金珠，从他爷爷辈到他都是骗子，才骗过行舟哥哥，又偷了李家的银票，挨了顿打也没长记性。如今他害怕见到沈老爷身份被拆穿，才想翻墙逃跑。沈川清对墙上的我张着手，
仔细别摔了，我接着你。绿若满脸不可置信，你没听到吗？他是个骗子，他刚刚想逃跑。沈川清没有理会他。我不大敢看沈川清的眼睛，我猜他一定要生气了，因为我这样抛下同伙实在不够义气，可是我的屁股也不够硬气，能再挨10棍子。我有点心虚，小声问道，你是听他们说了我要逃跑来抓我的吗？沈川清没有生气，只是帮我拍了拍裙上尘土。那倒不是，是一会就要上点心了，怕你吃不上。要是我真的跑了，你一个人挨打，会不会生气啊？不会呀，你跑了，到时候挨了打就有人能搀着我回去了，还是金珠想的周到。不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我没想过搀你回去呢？一个人挨打好过2个人挨打，那金珠也很聪明。好啦，金珠这么好，不能把她想得那么坏。我还想再问东问西，却被沈川清被塞了一嘴热乎乎的糕点。行，我认了，哪怕一起挨打也认了。席间推杯换盏，沈川清塞到我手上的糕点都尝不出味道，直到外头传着沈老爷到了，我吓得连筷子都掉了。停了吹打，人人皆脸生屏气。只见一顶软轿停下，轿帘掀开，看着那张富态威严的脸，我的膝盖已经软了。沈川清眼疾手快架住了我的胳膊，我才勉强站直。绿若和李行舟恭恭敬敬行了礼，沈老爷子却视若无睹，怒气冲冲径直奔着沈川清来。完了，都完了。我闭上了眼，恨不得哆哆嗦嗦跪下去，再磕几个头，求沈老爷子手下留情。可是没有意想中拆穿后的呵斥怒骂，反倒是一阵恨铁不成钢数落。听说你生意还没谈成，就花500两买了个闺女，毛都没长齐也学人家欺男霸女了啊！我战战兢兢抬起头，爹，我的事您就少掺和吧。沈川清叹了口气，金珠不比旁的姑娘，别说500两，5000两都委屈她了。我管不了你了，哎，老了不中用了。沈川清小声顶嘴，不是老了不中用，是不中用的人老了。我愣愣地瞧着，正对上沈老爷子的目光。瞧见我的脸，沈老爷一怔。我瞧这姑娘的长相很眼熟，怎么像个仇人，又像一位故人。回去路上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个什么情况。爹，这是我的。沈川清想了想，这是我的朋友金珠。沈老爷子悄悄拉过沈川清，不说是妾吗？抬头瞧见我满眼好奇，沈川清忽然又结巴起来，哪能让他做妾呢？这是我爹沈10万。臭小子，老爹的名字也是你叫的。见我呆呆站着，沈川轻轻咳一声，忽然展开那面空白折扇，浮夸地扇着风，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沈老爷子。我沈川清，我爹沈10万，你懂了吗？金珠。我看看沈川清，又看看沈老爷子，这才恍然大悟。你还有同伙？沈川清愣住了。我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下去，瞧着那软轿和随行的仆从，只觉得心在滴血。请他同伙的钱，不会也要算在20两里头吧？沈川清的同伙老爷子比沈川清还要专业，他会说吴语，也很懂得如何点评评话谈词。满座叫好时，他也只是摇头叹气说，人人都说好，可并不如我从前认识的那位姑娘。见我在一旁坐着，他也掰下一块甜饼递给我，面目和蔼。金珠，你母亲是姑苏人，那她如今还好吗？我阿娘在我7岁那年就病死了，我不是医女，并不懂怎么治好她的病。你父亲是个混账，偏偏你母亲喜欢。这话说的好像你们认识似的。金珠，你就认我当干爹，等这头的事情了，跟我回姑苏看看你母亲住过的地方。我轻咳一声，小声说，叔，我知道您是道上的前辈，可您也不能这么占我便宜，又要让我叫您干爹，又把这听曲喝茶出门坐轿都算在我头上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沈10万疑惑地转过头看沈川清。沈川清忙打岔道，金珠他娘很早就没了，没人教导，他爹也对他不好，难免戒心强些。沈10万叹了口气，慈爱地摸了摸我的头。要是真像你说的，他们把金珠欺负成这样，这生意也没什么好跟李家谈的。
晚上商船到了，把速成的事情了结了，再回姑苏我好好教他。可怜孩子，跟着他爹不知受了多少委屈。好孩子，以后就好了。不知为何，他提起母亲时让我恍惚，慈爱地感慨我的身世时让我心头酸楚。就好像沈川清骗我说回去盖园子种杏花，那明明是太简单的骗局，也让我有一瞬间的恍神。这孩子怎么哭了？沈川清一眼就看出我心事，却故意挤眉弄眼地戏谑道：爹，你少点两出去，保准金珠就不哭了。我愁眉苦脸地算着，沈老爷子点的茶水加上租这条花坊要多少钱。沈川清悄悄拉我到一旁，说是不要我操心这些花费，晚上画坊上还有个惊喜给我。拉倒吧，你那10两银子哪里够填这个窟窿？画坊泛舟赏月时，却有传娘说有人求见，是李行舟和他母亲，还一旁红着眼睛的绿若。不同于李行舟，哪怕有求于人，他母亲脸上表情也是淡淡的。这回他将我上下打量一遍，依旧没看出我有什么好处。李某来求沈公子一件事，求沈公子割爱，把金珠姑娘让给我。我已经和母亲商量好，金珠姑娘进门也不怠慢她，虽然是妾，但是绿若进门也不会为难她。沈川清气急反笑了。不等他拿出沈公子的头衔，装腔压人，李行舟母亲喝了口茶，扫了我一眼。我倒是看不出是个妖精，上次挨了棍子还没学老实，如今勾搭上沈家，要是沈老爷子知道你行骗讹诈，不知60棍够不够叫你长记性。提到那次挨打，我的脸又热又疼，虽然照不见镜子，但我猜一定红透了。李家愿意花500两把它买下来，再要谈的生丝茶叶生意，我们李家让利一成。沈川清才要掀了眼前桌子翻脸，我轻轻拉住了他，摇了摇头。我拉了沈川清去画坊外头谈话，外头月色如那日我们喝酒谈心那般澄净透明，湖面映着2个月亮，有风吹起耳边碎发，叫人心旷神怡。好了，憨棍，别生气了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觉得他们侮辱你，他们看不起你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是为我不平，我都知道的。我笑了笑，但是他们开了很好的价钱，对不对？沈川清满脸愕然看着我，我假装去看水中月亮，并不敢看他。我呢，说不喜欢李行舟是假的，他说要用500两银子买我的时候，我脸红是高兴，是害羞，不是生气，真的。我阿娘一定高兴一个男人为我浪子回头，我爹一定高兴原来我可以卖这么好的价钱。李行舟得偿所愿，他母亲也解决一桩心事，绿若姑娘也是正妻，咱们还得了一大笔银子，你看大家都开心，真的。我装若无意地揉了揉鼻子，又深吸一口气，望着远处的渔火。那500两呢？我分给你和叔叔100两，你可别嫌我小气啊，万一将来我人老珠黄失了宠，还要用这笔钱养老的。拿了这笔钱，又不用担心被李家识破身份挨打，你有手有脚。姑苏吗？小一点偏一点的房子也不是很贵的，你们就安身置业，你的骗术实在不够看，别再坑蒙拐骗了，万一将来像我爹一样送了命。见沈川清沉默盯着我不说话，我有点发怵，是嫌钱给少了，还是给多了？那钱也不是白给你的，你买了小房子，叫叔叔在门前帮我种一棵杏花树。那你呢？你高兴吗？高兴，我当然也高兴。既然高兴，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笑一笑？我转过头要对他笑，猝不及防叫他捧着脸，擦到一手冰凉的眼泪。我怔怔看着他，看见沈川清皱着眉，满眼疼惜。可是你明明在哭啊，那不然要怎么办呢？难道要我说我其实又气又难过，要把这钱扔到他们脸上？可你们对我很好，哪怕是假的，我也真的感激你们，不想连累你们一起挨打。那也是好多钱呢，购买金珠的朋友们下半辈子的好日子。只要我低一低头，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的。想到这里，我又勉强扯起一个笑容，这个笑容就像泡泡，很轻易被沈川清戳破了。你说你爹你娘会高兴，说李行舟他们会高兴，可是金珠呢？你有没有问过他高不高兴？他不高兴，被人当成没有自尊的玩意儿买来买去，他怎么会高兴呢？
那金珠自己想过什么样的日子？我想了想，我想和你们一起去姑苏，住院子里栽了杏树的小宅子，卖力气吃饭，卖写着糖丸子的糖丸子，就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过日子。沈川清弯下身，一点点把我脸上的眼泪擦掉，笑道：那就让姓李的滚蛋，好不好？你记不记得你教我怎么装纨绔公子？我红着眼点点头。那500两银票递过来时，沈川清笑道：是了，500两分毫不差。我还没猜到他要做什么，沈川清已经掏出袖中火折子，燃了一张银票去点烟火引子。我哆哆嗦嗦看着那张50两银票变成一团灰烬，点亮半个天幕。烟火炸开，漫天灿然，引得众人探出头来看。沈川清懒懒靠在栏杆上，歪头打量着李行舟。我家夫人嫌有些人拿过的银票太脏。哦对，咱们刚刚说到500两，李公子可以往上加，你加多少我跟多少。李公子若是不跟，沈某会觉得李公子瞧不起我了，今后也不知道李家生意好不好做。我急得要去踹沈川清，他却一把揽我到怀里。我闷声去捶他：憨棍，你别烧了，我不生气了，我生不了这么贵的气。解气吗？看他们绿着脸不敢跟的样子。解气。李行舟看见那堆银票灰，冷笑道：金珠，如果他是个穷光蛋，你还会跟着他吗？我静静地看着李行舟。李公子，我捡到你的时候，你也是1分钱都没有的穷光蛋。穷光蛋又怎么样呢？总好过跟着一个骗子。李行舟脸色白了白，还是绿若开了口：沈公子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若是不愿谈，也不必如此，你这不是侮辱人吗？不是你们先开始拿钱侮辱他的吗？再说侮辱你们又怎样？我不侮辱女人和小孩，何况你不是小孩。沈川清指了指李行舟，她也不是女人。漫天烟火炸开又落下，我强压着自己的声音，怕被人听出哭腔：憨棍，你快逃吧，60棍应当打不死我。从没人在意过我的脸面尊严，谢谢你，可是够了，真的够了。沈川清置若罔闻，将火折子放到我手心，笑道：放心，我有数。听他这么说，我莫名安下心来。对啊，他也是骗子啊，也许他像我爹一样手快，用假银票偷天换日了呢。本来以为你看到烟火会很高兴，可惜叫人搅了局。沈川清握着我的手去点火，眉眼都是笑意。你看看，这样是不是更像你心目中的沈川清？像不像个真正的纨绔子弟？火光照着他侧脸，眉眼都像镀了一层金光，叫我的心都像天上烟花，轰隆地炸开。身后几艘沈家的商船缓缓驶来，船上众星拱月的管事都对着沈川清恭恭敬敬称一声少东家。我哆哆嗦嗦转过头，看着沈川清：刚刚烧的银票，真的？你那个同伙的爹？真的？你是？真的？看他笑意盈盈，我忽然觉得天旋地转。我从来没骗过你啊！烟花炸到最高处，满河都是夺目金光。那你我也是真的。沈川清认真想了想，忽然不自在起来，说话又磕巴了。一开始呢，是觉得你很厉害，有那么多本事，后来是觉得你可怜，可又觉得不对，这世上可怜的人那么多，并没有哪个像你这样让我总惦记着。我也说不上来，只是不想见你难过。所以你愿意真的？我心怦然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真的做我家账房吗？好啊，账房？哦，是账房啊，嗨，我还以为是账房呢。烟花落幕后，是两处尴尬的沉默。我听见身后叹气，是沈老爷子拍了拍栏杆，又愁地叹了口气。烟花也放了，头也帮人出了。哎，这孩子怎么偏偏嘴笨这点随我呢？2滴新柳成绿烟时，沈川清家里的商船来了，谈下了赵家的生意，结下了李家的货源。沈老爷子很愿意指点我生意场上的规矩，又连连赞叹沈川清来速成遇见我是捡到了宝。金珠的本事不该做账房，跟在青儿身边做个商事顾问，我很放心。以后走南闯北，有什么风险欺诈，金珠都能帮你防备着。不知为何，
我和沈川清的相处也变得尴尬起来。若是我俩不经意拿起同一个账本，那账本就像长了刺，无辜地掉在地上。若是我熬糖丸子时抬头撞见窗外鬼鬼祟祟的他，热气就蓦地熏红了2张脸。我也不知道该叫他什么，想着我既然是账房了，就要跟旁人一样叫他少东家，可他听了比我还局促，总不能再叫他憨棍了。沈川清这阵子拿了个本子东奔西走，不知道在忙什么，连我也很少看到他，好在避开了不少打招呼的尴尬。这天寒食，下了很大的雨，我以为不会有客人登门拜访了，还是有个不速之客，是绿若。他冒着雨来求我劝沈家放过李家，所以拜访时将头一低再低，连声音都哽咽了。从前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你言语刻薄，可是行舟哥哥他毕竟是真的喜欢你，要是你愿意，那我就做小。我很替他不值，哪怕他那样说我，那样想戳穿我，害我下不来台。我讨厌他，却没办法在他和我一样境地时再踩上一脚，因为我这人心软又不忌疼，因为他和从前的我很像，只有一份指望，就像苦海只有一块浮木，抓紧时面目难免狰狞。因为坏的只有李行舟，如果没有他夹在中间2头诓骗，辜负2颗心，不会叫另一个姑娘把矛头对着我。2杯热茶沏上来，他怕我不怀好心，不肯喝，只要冷着身子站着。当日我去李家，也是淋了雨跌了跤，人家上的热茶在我看来就像毒药，不肯喝。后来冷风扑了身子，受了寒，难受的还是自己。也是回去后生了场大病，我才觉得一杯暖身子的热茶比谁的爱都来得可贵。绿若坐下，迟疑着捧起热茶，热气一蒸，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姑母惹了你和沈公子，坏了家里的生意，姑父生了好大的气，卖了好几处田地房产，行舟和姑母的日子都不好过。我看行舟为了那些账本焦头烂额，低三下四的求人，心里实在难受。我叹了口气，好心劝他，绿若姑娘，也许你不知道，我一直很羡慕你，羡慕你活得体面，羡慕你这种出身好的姑娘。但你看他如何待我就该知道，李行舟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，你又何必真的为他来求人呢？绿若的眼泪一滴滴落下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啊，我知道他更喜欢你，可是我俩从小青梅竹马，我只是想跟他在一起。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一个执迷苦海的姑娘，却想到了李行舟曾跟我说过的话。姑娘母家给的嫁妆，我猜虽不能奢靡度日，应当也够支撑你们夫妻吃喝用度。你如果想永远和他在一起，就不要让他好起来，不要让他有机会踩着你登高，最好让他一直坏下去，一直需要你，一直感激你，离开你如同失了拐棍。因为有个人曾经教过我，要想让你一个人离不开你，不要对他好，要对他坏，不要用血肉去饲兽，只给他一口饭吃，不至于饿死，他才会终日围着你打转。弱者常乞怜，强者终生厌，这是李行舟教我的，如今我都还给他。等这头的事情了，我会去姑苏安身，再也没人会打扰你和李公子。过门也好，入赘也好，该着急该哭的人不是姑娘。一盏茶冷了，绿若脸上泪痕已干，他妈撒着茶盏，细细思忖我说的话，忽然也低声笑了。他弓下身子，深深对我行了一礼，谢谢姐姐指点迷津。其实我并不是全然无私，不计前嫌地帮他，也是为了今后不再有个讨厌的人，自诩深情地跟在我身后纠缠。绿若离开时，一片香已经焚尽，我一抬头，才看见一个熟悉身影倚靠着门，不知道他站在那里听了多少。沈川清皱着眉，苦恼要不要挑我的错，纠结几番，到底还是说了：金珠，你说错了，要想让一个人留在自己身边，要对他很好很好，因为别人都对他不好，我不能再跟别人一起欺负他。我脸上一红，平白无故的说这个做什么？我匆匆岔开话题，忙捧了新熬的丸子来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你尝尝我新做的糖丸子，我加了山楂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清不清爽。沈川清去接糖丸子，怀中账本掉在地上，我先他一步捡起来。别看，我真的没想偷看，是他常常翻开，所以捡起来自然展开了那页。教训薛家，
这行打了个勾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前不久好像听人说起，薛家薛兆半夜喝酒，被谁套了头，拖进小路，打得脸都肿了。薛家得罪你了吗？他欺负过你，但也不全是因为你，纨绔子弟嘛，看谁不顺眼下黑手也正常，对不对？这话在理。我点点头。出钱为速成修条路。哎呀，因为那路实在破，我上次从蔡家绸缎店出来就栽了跟头，并不是为了你说想弥补这些年卖药丸子骗的那些速成人。这话也在理。还有几件事，跟金珠开一家果子点心店，你的糖丸子做得好吃，自然没有钱不挣的道理。跟金珠回姑苏后，园子里移栽几棵杏树，我问过风水先生，说这样风水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差点害我自作多情了。最后一行，聘金珠回姑苏为，后头的字迹都被划掉，看不出写的是什么。难道又是账房？不是，之前要你做账房，是怕你不想嫁给穷光蛋，所以让你先看过账目，就知道我家有很多钱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我点点头，那些账本我看过了，也知道你从没骗过我，也很感激你和沈老爷子帮了我这么多。沈川清为难地低下头，红着脸酝酿。清风吹进来，将书页和心事一并吹乱。所以能不能请你？我只觉得脸烫似火烧，胡乱的点头。好，做我家管事啊。沈川清番外，姑苏的媒婆红娘们都知道，那位沈家少爷从速成回来后，他们可能赚不着沈家的钱了，因为沈少爷带回来一个厉害姑娘。生意场上那些弄虚作假的手段，他只瞥一眼就瞧出个七七八八。他往算筹后一坐，叫那些人高马大的男掌柜也不禁提心吊胆，矮下一头。连沈老爷子提起这位姑娘，也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水晶玻璃心肝似的姑娘，说给我那个实心眼的儿子，真是委屈了人家。沈老爷子不愁他的家业后继无人了，索性甩手放权，整日喝茶听曲。但是沈少爷却发了愁，明眼人都能瞧出来，那位姑娘好像在生沈少爷的气。在茶楼里喝茶，沈少爷一来，金珠姑娘抬脚就走。在自家商铺遇到，金珠姑娘合了账本转过脸去。这看得姑苏城里的媒婆嗑着瓜子，犯了怵。我怎么瞧着沈公子像个受气小媳妇，那位姑娘很瞧不上他呢？可别是咱们听差了，万一不是沈家儿媳呢？谁家儿媳没过门先管账的？有好事的红娘就去打听。好姑娘，那沈公子是你什么人呀？那位速成来的姑娘放下笔，想了想，抿嘴一笑。我吗？是他家账房和管事的。那红娘一听，喜得抚着胸口。姑娘不是沈公子未婚妻？当然不是。姑娘的终身还未定吧？当然没定。红娘欢天喜地的回去准备姻缘簿子，好送去给沈老爷子过目，打定了这回能挣2头的钱。那沈老爷子拿到一沓适婚公子的名帖，反把自己气笑了。瞧瞧多少豺狼都盯着呢，我聪明一世，怎么有你这么个笨儿子？您聪明，可还不是被金珠他爹骗了？可先不说这个，金珠那么好脾性的姑娘，你怎么惹恼了人家？沈川清将2次叫金珠当账房和管事的事说了。你，哎，笨死算了。沈老爷子拍了拍大腿，到底有什么问不出口的？沈川清愁眉苦脸地坐在廊下。不是问不出口，爹，我第一次问他是什么时候。沈老爷子摸不着头脑。在船上点你爹的票子放烟火，珠儿都被你感动到掉眼泪了。是呀，爹你也说是感动。后来第2次我问他，我话还没说出口呢，他就说他很感激我。爹，你想啊，金珠这么有主意的姑娘，要不是当初我们解了她的困，她怎么会愿意跟我回姑苏呢？何况当初遇见他的时候，他一口一个憨棍的叫我，摆明了是第一眼就没瞧上我。万一我贸然开口，人家顾念恩情，不好回绝，我不是在欺负他吗？到时候他过了门，跟我过2年日子，这份感激回过未来了，他要怎么办呢？你说的倒也对。沈老爷子被问住了，打量着沈川清也犯了难。咱家是有2个臭钱，可珠儿凭自己本事挣钱，也不图你吃的喝的，那人家跟你在一块图你什么呢？亲爹这话说的沈川清心里酸的冒泡。
他坐在杏树底下反复琢磨，好像头顶的杏树结了果子，一个个砸进心里。金珠，你要不要做我的妻？死嘴，怎么看见他那张脸就结巴着说不出话，就问不出口呢？沈川清有点沮丧，他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怕他随便答应，又怕他慎重拒绝。怎么说的，自己好像个卖甜杏的小贩，抱着满怀甜蜜的心事，又怕人嫌酸不肯尝。夏日长，影子短，树荫渐渐遮不住心事，晒得甜杏蔫蔫的。沈川清想着金珠，不自觉走到他开的药丸店。金珠拜了师，跟着学制丸药，也称得上半个药师了。店面小，里头卖些消暑止泻、治寻常病痛的定子药，又按照季节冬施粥夏施药。沈川清闲来帮他看药店的账本，几乎不挣钱的。此时他正在药架子后面，瞧了日头不对，要往屋里收药材。有隔壁米店的婶子缠着他不放，什么时候能喝你和沈公子的喜酒呢？他一怔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笑而不答。姑娘别叹气，后日是乞巧，婶子带你去街上相看相看，咱们苏州城可多的是好男儿呢。不去啦，婶子，我要看着店呢。好好好，不看男人，咱们去白白织女，求个家人平安康健，又不耽误什么事儿，全当是帮帮婶子了。想问他要不要和自己一同出游的话，被沈川清咽了下去，没有打扰他，只放了一篮子甜杏在柜台上。咦，谁拿来的杏子？金珠咬了一口，只抿嘴笑。婶子吃吧，我知道是谁。乞巧真热闹，灯火璀璨，除却女子们三五成群的笑颜，还时不时照见一对羞红的脸。金珠仍梳着未嫁的发，一路少不了娘娘婶婶帮自家孩子问一问，她都笑着一一婉拒了。可是碰上一个妇人实在热情拉着她不肯放，金珠也耐心停下脚，同那人说上两句。沈川清离得远，听不见他说了什么，只看见和他说话的妇人点头捂着嘴笑，像是得了什么应允，喜不自禁。沈川清听不见，沈川清酸溜溜的，一直酸到四下无人的桥边。你还要跟多久才肯和我一起走？漫天烟火将天地照得雪亮，叫沈川清想藏也没处藏。看着沈川清委屈的样子，金珠只觉得好气又好笑。这回来聘我做什么？管家、厨娘，还是花匠？沈川清才想狡辩，刚张口，金珠塞给了他一颗糖丸子，甜杏的味道瞬间化开。他笑吟吟道：这是土真丸，吃了说谎话会走1年霉运，所以等下不管问什么，你我都不许瞒。两个人坐在桥边，沈川清看着他也吃了一颗，月亮照得两个人眼睛都亮亮的。前2日的甜杏是你送的吗？是。今天怎么跟着我？难道你家又要聘什么使唤的人？我想聘一个姑娘为妻。见沈川清神色认真，金珠面上一红，支吾道：那姑娘是谁？我认识吗？你认识。她像甜的糖球，也像治病的药，为旁人着想时聪明，为自己谋划时呆笨，不沾一点坏，世间顶顶好。金珠低着头不看他，只扯了片傍水生的柳叶，也不吹，就在手上胡乱的折。既然他这么好，为什么放了杏子就走？连话也不跟他说一句。风吹皱一池湖水，对岸有孩童调皮，放零星细碎的烟火。买杏子的时候我拿不准，怕买了甜的他爱吃酸，买了酸的他爱吃甜，又或者他并不爱吃杏，只不过碍于情面也收下了。他听懂了，笑得眉眼弯弯。我不喜欢吃杏子，可要是跟着你吗？甜杏也爱吃，酸杏也爱吃。见他笑了，沈川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又想起一件要紧事。那你呢？你许那妇人什么了？我呀，你听我说，乞巧节的河边有这世上最热闹的一切声音，有情人低语，蛤蟆咕呱，有烟花绽放，星子坠落，有纺织娘、金铃子缠和一切窸窸窣窣的叫声。可沈川清都恍若不闻，只听见他在耳边笑着一字一顿。我跟他说，今有沈公子愿聘吾为妻，结发引合锦，恩爱两不疑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